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美军开始建造关岛反导系统，那拦得住东风快递吗？这期节目我们就说说这个话题。5月9号了，美国导弹防御局的局长海军中将乔恩·希尔在参议院表示五角大楼正在采取第一步，为关岛提供一个长期驻守的全面的导弹防御系统，以抵御中国或朝鲜的可能的攻击。希尔说，正在和负责反导的陆军讨论10几个备选阵地。按照希尔的说法，这个反导系统一旦投入使用，会同时防范巡航、弹道、机动或高超音速等多种导弹的攻击。系统目前预计耗资是109亿美元。美国对关岛的安全极其重视，因为这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海空基地，没有之一。如果关岛不安全，那么美国的整个西太平洋战略就会发生动摇。关岛这个地方虽然名气很大，但是面积却并不大，目标很集中，主要包括岛屿北部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和西部的阿普拉海军基地。以中国东风快递的精度，对于这两个基地的打击的难度差不多就是打地鼠游戏。关岛基地有3类非常重要的目标，分别是部署在安德森基地的战略轰炸机，中途停靠在海军基地的航空母舰以及核潜艇，其中以轰炸机与核潜艇最有价值。因为按照中国现在的远洋大范围的监视能力，航母即使不在关岛基地停泊，也能在它的航行过程中加以发现或打击。但是核潜艇离开关岛之后就会潜入水中，不太容易找得到。轰炸机飞到空中之后呢，也很难用弹道导弹或者是巡航导弹把它击落。所以瞄准关岛准备打击美军的核心资产，是解放军东风家族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个事儿美国自然是很清楚了，所以美军呢在关岛基地已经部署了一部分萨德反导系统。那为什么还要急匆匆的在这里建设岸基宙斯盾呢？这就涉及到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缺陷。美国现在有3种主要的陆基反导系统，也就是部署在阿拉斯加的中段拦截系统、全球机动部署的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不过中段拦截器是部署在发射井里的，它的价格昂贵，一发拦截弹的成本超过1亿美元，而且性能呢不算太好。要是想部署新的中段拦截器阵地来保护关岛，就必须向西推进上千公里，找一个别的岛屿。但是在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似乎不存在这么个合适的地点，仅仅依靠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的末段防御不能够满足充分保护关岛的需求。美国军方的办法呢，是把伯克级驱逐舰上的宙斯盾系统搬到岸上来，也就是所谓的岸基宙斯盾，包括配套的标准3导弹武器，它的拦截距离可以达到500公里，比萨德要远出200公里。而且从此前的试验情况来看呢，宙斯盾系统对弹道导弹目标的拦截的概率要比美国陆军的这几个型号都要优秀得多。至于这些武器系统能不能够拦住东风快递，特别是新出现的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美国军方是这样解释的：宙斯盾呢有一定的能力击落高超音速导弹。高超音速的弹头不仅飞行速度快，而且中途可以机动。弹体外面呢，因为高速飞行而产生的等离子壳体，天然可以起到雷达隐身的作用。如果美国不在拦截技术上有划时代性的突破，仅仅靠宙斯盾上岸呢，是拦不住高超音速弹头的，甚至连拦截东风26的末段机动式弹头也做不到。因为这种末端机动式弹头采用了雷达制导，可以根据雷达探测的结果修正自己的弹道，或者是做出主动的突防动作，这让反导拦截系统是无法应对的。就算是萨德以及宙斯盾系统对这样的弹头有一定的拦截概率，那也要发射好几发导弹才能做得到。那么少量的东风26就可以耗尽美国军方的拦截弹药的基数。等导弹打空，美军的保护目标那就只能任人宰割了。即使不发生热战，美国在关岛建立新的导弹防御系统，也是对美国的军费开支形成了沉重的压力。由于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以及军费使用效率低的问题，目前呢，美军8000多亿的军费虽然散出去了，却没有买回想要的战斗力，充分反映了美军内部严重的体制机制问题。30年前，美国靠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今天
美国自己也要尝一尝被军备竞赛拖累是什么滋味。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